我们来画一朵这个绣球形的，绣球形的它比较简单。那绣球形我们以前都讲过，绣球形的常规形，我们给大家示范基础的话都是画常规形的。那常规形的就是上面一个圆，下面一个裙子。那你到最后你可以画成上面一个圆，后面一个圆。那你可以画上面一个圆，下面一个圆，上面一个裙子。你也可以画左边一个圆，右边一个裙子。你也可以画成右边一个圆，左边一个裙子啊。你也可以画下面一个圆，这个方向一个裙子啊。你到时候可以变，到时候可以各种各样的形状去变啊。然后我们就画一个基础款的。基础款这个绣球，我们通常是把它分3层去画。为什么分3层呢？本来我们分2层就可以，但是我们分3层就是想分细一点，因为我们这个颜色的层次要把它画出来啊，颜色层次要画出来。第1层、第2层、第3层。那么画的时候呢？画的时候我们通常是从第2层的中间开始出发，花瓣一层层的去叠加哈，一层层的去叠加，从中间出发，一层层去叠加。那它是从这里出发，从这个第2层的中间出发。我们每一层的它的特征都是有不一样的。那绣球形的一般是这个球都是这个球里面啊，球里面都是一些小碎花瓣，所以我们第1层花瓣肯定是小的啊。颜色呢，我们为什么分3层呢？要把这个颜色层次分出来。第1层的颜色它是最浅的啊，最浅的。然后物象我们把像这种绣球形，我们也一定要画一个层次是一个虚的，这样子它的这个整个花它才会灵动。所以我们把第1层画成虚的。物象啊，这个说的是物象是虚的。我们所谓的一朵花里面有虚实变化，一幅作品里面也要有虚实的变化。然后我们第2层，好，我们第2层的花瓣它还是在这个球里面，所以花瓣也是小的。然后颜色呢，那中间1层它是离我们视线最近的，它的颜色肯定是深的。然后物象肯定也是实的，视线最近的肯定是实的。然后第3层就是下面这个大花瓣啊，大花瓣那肯定是花瓣是大的了，颜色我们也是深的，也要画成深的啊。然后物象也是实的。那家人们画这个绣球形，很多人他说不会画啊，说很难掌握这个形。那我教你们一个方法，怎么去画呢？就是你拿一张纸去画的时候，来给大家分解，随便分解一下花瓣啊，花瓣就不需要分解了吧？我们直接来示范啊。我们分解花形，花瓣的话都是一些小碎花瓣，我们在画的过程中再去给大家讲啊这个花瓣。那家人们，这个绣球形你们不会画，掌握不好这个形是吧？这个形状掌握不好是吧？我教你们一个方法啊，就是你们用铅笔啊，用铅笔先框一个框啊，来，我们框一个框，这个框你们看不清楚，但是我看得清楚啊。来，下面这个裙子，我们画一个裙子。好，我们这样子把形状画出来了。我们在画的时候，我们就在这个框里面去画了，我们就不要超过这个框，当然有些地方可以超啊，大家明白吗？哈，按照这种方式，可以不要加底色啊，加水分。加水的话，它的颜色才会显得更深了，更鲜亮，更鲜艳。如果我们加了底色，它的颜色就会有一点点浅啊，有点浅。你想更鲜艳，你就不要加底色，我们调色，把颜色调饱满一些。我们先把这个花形，这个绣球形的，为什么叫绣球形呢？它是上面一个球，对吧？上面一个球，下面会像飘带什么样的？好，我们来调这个牡丹红，调牡丹红，笔尖
蘸一点胭脂哈，调一点胭脂，哇，这个颜色都干了，这个空调太厉害了吧！好，我们这个圈看到了吗？你们能看清楚吗？我已经框了一个圈了，我们就在这个圈里面画啊，在这个圈里面画。你们画不好形状的时候，你们先把这个圈画出来，然后我们从这个中间这一块啊，从中间的这一块开始下笔。来，这些小碎瓣，没有规律的小碎瓣，各种各样的小碎瓣，你去组合，就没有规律。你看，你随便画，这个就不像包菜形一样的，不像包菜形的那朵花要这个正反瓣，这里没有正反瓣，没有正反瓣，只有各种各样的碎花瓣。然后补充颜色，画一下，我们就要开始补充一点颜色，各种各样的小碎花瓣，有长的。有短的，有小的，有大的啊，各种各样的小碎花瓣你去组合。那画了这一些小的之后，你可以偶尔画一个稍微大一点的，让它有花瓣中有大小的这种变化和组合。来，各种各样的小碎花瓣，我们去组合，就没有规律的啊，没有规律的，就不要问我规律，你就大胆的去画，你能画出多少种形状，你就画出多少种形状，好吧？你能画出多少种形状，你都可以去画出多少种形状来啊！把你所会的这种笔法都用进来哈，各种各样的笔法你都用进来，各种各样的花瓣你都画进去，加颜色，补充颜色。这里又来一个大的，让这个花瓣里面让它有大小、有大有小的这种变化，好不好？好，你看一下我们画是不是很随意的？而且我现在是给大家示范，所以画的特别慢。实际上这种绣球型的很快的，绣球型的你实际在画的时候几分钟就可以画一朵花。好，这下面往下，花瓣要有大有小有变化，补充颜色。那这个花瓣这一片花瓣颜色没有调均匀，你们看出来了吗？就是我们前面在讲基础的时候给大家讲的这个问题，笔尖的颜色没有调均匀，我们可以像这样的情况下，我们可以复一下笔啊，就不要复太多了，一下就可以了啊。好，继续加花瓣，各种各样的小碎花瓣啊。我们现在笔上有点干，我们加一点点水分，进来。来补充一点胭脂哈，颜色还是一样的，由深到浅的这种渐变，还是一样的，各种各样的花瓣我们去补充，各种各样的小碎瓣我们去补充啊，就是你能画出多少种这种小花瓣，你就画出多少种小花瓣。哪里来一笔，你可以旁边外面来一笔，然后中间再去补充也可以啊，各种各样的小碎瓣去补充。来，你的这个笔法可以自由随意啊，自由随意。啊，是不是很自由？你看这个缺口我们画完之后，后面我们再去把这个空填起来也可以。好，各种各样的小碎花瓣，各种各样的你去组合，
就不要画，当然你画的时候不要画成鱼鳞一样的，就是不要画成一层层的像鱼鳞一样。我们画花瓣的时候要有一些变化，要有这种变化，各种各样形状，各种各样大小。碎的，你看这样点，直接点出一些小的碎花瓣，点点点就点出来了，点点点哈，这样子点点点也可以，推加点，各种各样形状的花瓣啊。下面胭脂可以稍微的多一点点啊，你补充这个最下面的这个地方可以胭脂多一点。好，各种各样形状的小碎花瓣。好，补充颜色。你看我现在还在这个圆里面啊，你刚开始不会画，你就画一个圆哈，在圆里面，刚开始就都画在这个圆里面就可以了。教你一个笨方法，你就往圆里面画，现在都是在圆里面去添加花瓣。好，我们现在这个第二层的花瓣就画这么多可以了。然后我们要画上面这一层，上面这一层我们笔上的颜色是不是很多？很多，我们洗一下，洗掉一下，这种画法牡丹最美是吧？把笔洗一下啊，从哪里开始画起？你看一下，这个是我们这个花形，从这个中心这里，我们分3层，1、2、3层，我们从中间这一层的中心开始出发的。我们现在是把中间的这一层，就是第2层都画完了，看到吗？第2层的地方都画完了，我们现在要画这个第1层了，就是上面这一块啊。好，我们调一点底色。我们现在画第3层的时候，我们加一点底色进来哈。第3层是要加底色的，加完底色之后，我们还是一样的调颜色，调少一点，比。然后我们先调这个玫瑰红，然后笔尖调一点点牡丹红就可以了，不要调太深的颜色啊，太深的颜色不行，我们要有这个颜色的层次。然后第3层的花瓣我们怎么画？来看一下啊，就这样去点、推、点、好，直接这么去点它就可以了，就不要太过于认真啊，点一下，推一下，点一下，推一下。让这个花瓣碎的，这个花瓣是一个碎的花瓣啊，小的花瓣是碎的，点加推，看清楚吗？一下子就把这个第3层就可以画完了，整的地方可以很整一点，就是我们为什么画圆一点呢？画圆一点，大家基础款就画圆一点没关系啊。然后我们偶尔从这个缺口地方回一下笔，稍微的回一下笔。我们画这个基础款的画圆一点，让大家好理解一点啊，然后有些地方你不够的话，你到最后再去调整。好了，这个圆就可以了，看到了吗？这一朵花里面的第1层、第2层都已经画完了。这空隙里面的这个白的地方，有些地方不要它太白，你可以再补充一下。好，我们现在这一朵花的这个球的地方，这个整个球现在已经都画完了，看到了吗？整个球第1层和第2层都画完了。第1层从中间开始，从这个中间出发，慢慢的叠加各种各样的花瓣，然后第3层直接调浅一点的颜色，这样去点就可以了。好了，我们这个球是不是已经画完了？那我们现在要画底下的大花瓣了，就是画这个裙子了，就是画下面的这个裙子了。我们现在要画下面的裙子，大花瓣啊，我们的水分要充足，笔肚里面的水分要充足，我们来加一点水。好，调色调饱满。有2种方式，可以把底色调得更深，也可以直接把颜色调得很深来画也可以啊，或者是你把底色调得很深也可以啊。
就是你把底色调成那种加很多这个三绿还有这个胭脂加多一点，让它变得灰灰的，让这个底下的花瓣变成灰灰的也可以。好，你现在我们就直接就不用再去调底色，我们把这个颜色调饱满。你看调很多，看到吗？我调了多少颜色？你们看到了吗？就调了很多颜色，把整个笔肚里面调满颜色，把这个玫瑰红调到整个笔肚上去。一定要调久一点，一定要把颜色调均匀哈，整个笔肚都调满颜色。然后我们再调这个牡丹红，牡丹红也是一样啊，调多一点哈，笔肚不要太干了，太干了水分不够也不行，你就调不动。当你觉得太干，你可以去旁边这个那个水池里面、水碟里面去蘸一下水分啊，调均匀哈。一定要看这个笔肚里面的颜色都是均匀的，然后我们要调这个胭脂，再调这个胭脂，笔尖上调这个胭脂，始终是睡在盘子里调，只有睡在盘子里调，这个颜色才是由深到浅啊，由深到浅的这个变化。然后这个胭脂干了都调不动了。好，我们现在画这个大花瓣，大花瓣怎么画？我们先随便从哪里下一笔大花瓣，我们先从这里来转一个大花瓣，转一个过来，然后点一下，然后再转一下。这直接就来了一个大花瓣啊，直接来了一个大花瓣。把这个根部的地方我们再补充一点点，这里不够长，我们还可以把它加长一点点。好，这里来一个大花瓣哈，直接这里来一个大花瓣，然后再补充一点颜色。补充一点颜色，我们在旁边这里再加一个跟这个画法不一样的哈，我们加一个按下去，好，一边按下去，然后再补充一点颜色，两笔来组成的那种花瓣啊，可以带一点点勾啊。可以带一点点勾，然后这里这个形状觉得不好看的，我们可以在这里再补充一点点啊，再补充一点点，把这一片补大一点点，让这一片小。当我们把两片画成一样大的时候，它就不太好看。我们要有一片大，有一片小，让它有区别。我们两边画两个大花瓣之后，我们再去补充这些空缺啊，空缺哪里需要有花瓣，我们就去补充哪里的花瓣。好了，我们画了两个大的之后，我们就去补充细节了。我们这个大花瓣里面要有大有小，两个大的已经差不多了，已经很够了。我们来笔上补充一点颜色，补充一点水啊，先补充一点水，然后再补充颜色，补充颜色。那中间我们先把中间这个缺口补起来，补缺口的时候，我们这个花瓣就稍微的碎一点点了哈，一半正一半反，然后里面再加上好，这里加一个感觉，加一个正半的这种感觉啊。好，让它包过来这种感觉。好，这些缺口里面，我们再直接去补上这个缺口，一笔一笔的去补，颜色要深了，颜色要深。你直接把这个缺口里面补上一些层次进来，笔尖里面补胭脂啊，这些缺口里面补胭脂，补最深的胭脂。好，这个层次就显得很丰富了，是吗？这个层次是不是显得很丰富了？然后你在两边也补充一些，两边再补充一些，看一下这里补充多大的一个。好，这里感觉有一个反半，一个正半的这种感觉。
好，这里就补充这一些两个这种小的花瓣的层次就可以了。笔尖的地方如果有缺口有留白的，我们补充一下。有些地方可以回一下笔，像这一朵花也是要回一下笔啊。好，然后你看一下哪里缺，那这里我们再补充一点点就可以了。我们就看哪里，最后我们就调整嘛，看哪里需要有花瓣我们就补充。好，这里有一点点齐了啊，有一点点齐，不太好看。我们把这里伸出来一点，让它有一点点变化。好，让它伸出来一点点，让它有一点点变化，不要它那么。这也可以外面再加一层，感觉是一个正反半，一个正反半的这种感觉，加出这种正反半的这种感觉来。好，加上这种正反半的感觉来，就不要让它就是这里太圆下来，没有一点特别之处。好，这朵花基本上像这样子就可以了。然后你在最后你再把笔洗一下，蘸一点这个底色，看一下这个外观，需不需要再去调整。那你需要调整的时候，你稍微用一点点这个底色，稍微的调整一下。看一下外观哪里需要去调整，你们用一点点底色，蘸一点底色去调整就可以了，不要蘸颜色，不要蘸太多颜色。笔尖可以有一点点深色，可以回一下笔。那基本上这一朵花就这样子就可以了。那这朵花现在我们把方法教给大家，大家觉得简单吗？就是知道方法一步步的怎么去画的时候，大家觉得简单不简单？来，这个就是这个形状的哈。我们从第二层中间开始出发，慢慢画，一步步的来去画，觉得简单吗？这朵花要点花心，来，我们把花心点一下，来，我们加上一点点这个花心的颜色。我们像这种花的话，点花心的，我们要分组，不要点的太散了。有些家人就每个地方都点几个啊，太散了。我们假如说这一块，我们把这一块点，我们把这一块点多一点哈，点很密，这一块就让它很多。然后我们下面再来一块啊，这个地方再点一个，也是一组，也没那么多。然后我们第三块，我们这一点可以更少一点，然后其他地方我们就散的了，点2颗，点1颗、2颗，偶尔点这1颗、2颗就可以了。哎，这里来2颗，这下面也可以掉几颗下来，这里可以来1颗。好，就这么多就可以了，不要点太多了，就这样分组，有这个很多的，第二多的，还有更少的。就不要每一个地方点2颗，这里点2颗，这里点2颗，这里点3颗，不要都是2、3颗，要一个多的，要有这种组合对比，好不好？要有这种多少的这种对比，那就像这样子点就可以了。花心是这个藤黄和太白1:2调和，你调到装在一个小瓶子里面，把它盖起来，它就不会容易干了。